我今天登门是来向阮家退婚的。冯佩卿，你留洋几年就学了这等背信弃义之举？两家婚约乃是父母之命，岂是你想退就退的？师伯，如今时代变了，婚姻应当自主。我传来时，留洋归来的未婚夫正要退掉我们的婚事，所有的骂名，我一人承担。你承担得起吗？今天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反省，等你爹来接你。冯佩卿，你是觉得我这个旧派女子配不上你，还是你有了心仪的姑娘？都不是。那是为何？我会开飞机，我要去宿川参军，国家需要我。你不怕回不来吗？大好男儿，何惧一死？血洒长空，尸骨无存也不怕吗？那是荣耀。是啊，那是你们的荣耀。留洋这么些年回来，还记得路吗？什么？出门往南，那里有很多黄包车，今日刚过晌午，火车站应当还有去宿川的票。冯佩卿，你一个人跑出来，现在身上有钱吗？怎么，你不想去宿川了吗？想去。想去那就接着。冯佩卿，希望你能活着回来。你要放我走？我想宿川比我更需要你。可是你把我放走了，你父亲会责罚你的。我父亲可不迂腐。好吧，那你保重。阮南恒，若你愿意，等我回来，我会履行婚约娶你的。我不会等你的。不等也成，谢谢你。错了，是我该谢谢你们才对。你谢我干什么？你不是要去保家卫国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那就安心去吧。冯佩卿，你一定要活着回来。现世的我从小就患有罕见病，死时也才22岁。准备电击，150焦耳，离手。南华，我的女儿啊，你睁开眼看看妈妈，你别留下妈妈。爸妈，对不起，不过我好像终于不疼了。我这是穿越了，我穿越成了阮家大小姐，还被人退婚了。南恒，南恒，你开开门，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南环，你怎么这么傻？不就是一桩婚事吗？没必要做傻事。父亲放心吧，女儿不会再做傻事了。为父一定替你找回公道。南恒，你千万不要想不开。父亲放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这就去收拾那臭小子。傻姑娘，这世间哪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事？起初我本以为冯佩卿和我看过的众多民国小说男主角一般，看不起穿着旗袍的旧派女子。但是当他说出我会开飞机，我要去宿川参军，国家需要我，我就知道小南环死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禁锢，不是因为冯佩君。南恒，你放他走的？胡闹！你可知他这一走，你后面当如何？父亲，冯佩欣去宿川是去参军的，他说他会开飞机。可他这一走，你想过自己吗？父亲，我只是觉得我不能这么自私。放眼整个宿川，也没有多少人会开飞机。阿黄，我后面如何都没事，我不想敌人的飞机总是肆无忌惮的在我们头顶盘旋，他们时不时掉下一颗炸弹，将我们吓得四散逃窜，把我们的生命当作蝼蚁戏弄，然后抱着肚子嘲笑我们。我不想再让这样的画面出现，所以我支持冯佩卿的做法。父亲，我不能因为儿女情长弃家国不顾。哈哈哈哈哈！说得好，阿恒长大了，我的南恒长大了。好，好，好，不愧是我阮氏儿女。原来这位严肃的父亲
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迂腐。我生在未来，从未经历过战火，但是我知道，若是没有像冯佩青这样意气风发的少年挺身而出，就不会有未来，更不会有我。所以我选择放他走。我想，若是小南恒事先知道原因，也会同我做一样的选择。毕竟这个小姑娘，虽然性子腼腆又内向，却有着一颗极善良的心。既然代替小南皇活下来了，我就得活得精彩。若是还如他之前一般，一辈子被困在这方寸之地的深宅内院，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想要活出名堂，就得先走出去。父亲母亲，我要去外面上大学。女子怎可抛头露面？家里不是请了最好的私塾先生吗？娘，现如今时代已经变了，外头多的是姑娘在大街上摇旗呐喊，我也想如他们一样活着。南恒，你好了，有什么好吵的？出去上学也是好事，就当是多认识些朋友了。出去抛头露面像什么话？南恒，放学了就回家，私塾会去接你。外面世道乱，可不能乱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哎呦，外面的先生和家里的先生有什么不一样吗？阮南恒，他自由了，你也自由，我会替你好好活着的。大小姐，这江城热闹吧？甭管外头打成什么样，咱们这儿照样是歌舞升平。这外敌都已经到家门口了，却仿佛没有一个人在意。这或许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吧。大小姐，您是读书人，懂家国大事，可对街上这些泥腿子来说，今儿能吃上一顿饱饭，明早能吃上一碗面条，那就是活神仙了。他们哪管得了这个？卖报！苏川名角海棠小姐赴江城演出，头条新闻。给我拿份报纸。也不知道你是否已经顺利到达宿川。大小姐，这新时代到底是来了。我活了大半辈子，以前只听过私塾里有男娃念书，哪见过这种状况？是啊，所以走出来看看才是正确的。别说，这世的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拥有一个思想开明的父亲。陈叔，谢谢你这一路的护送。大小姐，这是哪里的话？这本就是我的职责。老爷和夫人要是瞧见您今天这样，心里指不定多美呢。是啊，要是换了别家，我这会儿怕是只能在闺房里绣花呢。大小姐，快些进去吧，别耽误了报道。好的，陈叔，那我就先去报道了。是阮南恒同学吗？是的，先生您好。进来吧，你父亲已经打过招呼了，入学的事宜已经办妥了。多谢先生。走吧，我先带你在校园里转转，熟悉一下环境。南恒，这便是我们江大的藏书楼了。这里面上至先秦诸子，下至西洋译著，兼容并包。往后做学问，这地方你少不得要常来。我记住了，谢谢先生。以后遇到事情可以来找我。那以后就麻烦先生了。没什么麻烦的，那你就先去准备上课吧。好的。这事我一定要精彩的活着。原来谢先生不只管招生，还是学校的国文老师。不过在这上学和我想的有些不一样。同学们，当权者退让，外敌来袭，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我们自己的土地，我们作为读书人不要怕，只要我们的腰杆是直的，就能撑起这个国家。在这儿有慷慨激昂诉说着家国情怀的热血青年，而在一墙之隔的旁边教室，知乎者也，也有摇头晃脑满口知乎者也的老先生。同学们也不像我想象的那般稳重。你好了没有啊？沉死了！别动，马上就够着了！哎呦！他们会在下课闲暇之余组团去先生家偷石榴的。同学，替我们保密啊！不知不觉中，我好像不再认为自己是历史的旁观者，而已经完全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娘，我回来啦！慢些跑，毛手毛脚的，哪还有个女学生的样子？这不是想娘了吗？快去洗手，今儿个包了你最爱吃的荠菜肉馅儿。好嘞，我这就去。娘，您怎么不问问我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我不问，你难道就不会自己说呀？说吧，
这段时间在学校学了些什么？谢先生同我们说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只有我们不惧强权，奋起反抗，我们才能保护好它。先生说的不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生还说了，咱们得自己做这片土地的主人，把那些骑在咱们头上的外敌全赶出去。娘，您现在是不是也觉得这大学里的先生和以前家里让被女借的老先生不一样？是啊，确实不一样。那是，这叫格物致知，新青年的见识。谢先生不仅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品城著名报社的主编。谢先生，上周的读者来信都分类整理好了。南恒，你写的这几篇白话文章功底非常扎实，而且看问题的视角很独特，总能切中时弊。先生过奖了，我只是写了自己心中所想。那你想不想加入我的报社，做一个记者？先生，我真的可以吗？我想这全优的试卷足以证明。爹，谢先生说我的文章写得好，邀请我去他的报社做记者。你弟弟还小，你后面还得帮衬家里的。我知道了。南魂呀，不是为父不让你去，而是这确实很危险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爹不让我去，我偷偷去不就行了？反正他又不知道。看来还是拦不住你。爹，您怎么在这儿？上车。拿着，这是托朋友从德国带回来的，打开看看。这是给我的吗？谢谢爹。别高兴得太早，既然要做，就得给我做出点实实在在的成绩来，别给阮家丢脸。您前几天不是还死活不想让我当记者吗？在这乱世，你要记住，笔杆子也抵3000毛射枪。谢谢爹。之前我是想拦住你的，但是后来一想，年轻人为了理想奋斗是好事，所以安心去做吧。不过有一点，要记得注意安全。知道了，爹。去吧，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吧。在报社，我认识了许多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写，谁来写？他们都在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他们拿起笔，唤醒了一个个年轻人的热血。是啊，记者乱世，我正拿起相机，唤醒一个个年轻人的热血。南恒，这些你拿着，是你第1个月的薪水。先生，你是不是给多了呀？这些都是你应得的。谢谢先生，以后我会更努力的。踏实干，以后会更多的。这还是为娘第一次收到你送的礼物。娘，往后女儿每个月都给您买，等女儿赚了大钱，给您买金的玉的。好，好啊，咱家的丫头能自己养活自己了。这宣纸好，能写好字。爹，这笔虽然便宜了点儿，但你写账本肯定顺手。什么便宜的钢笔？我女儿买的笔，千金不换。后面一定要再努力多挣些钱。年轻人就是勤快啊。先生，实不相瞒，我就是想多挣些钱。你这丫头倒是一点也不遮掩。那你过来办公室，我有事跟你说。报社受速川航校邀请去采访飞行员，你跟着我一起去吧，包吃包住包路费，还能多挣个20银元。速川航校，冯佩青是不是就在那里？先生，我去，我保证把相机擦得反光，把稿子写得漂漂亮亮。那你就去准备准备吧，明天一早出发。好的，谢谢先生，我这就去。真好，真好啊！冯佩青，那上面会有你吗？佩青，这次飞得真不赖啊！刚才那个俯冲、盘旋，跟教科书似的。行，不愧是我们这期的小霸王，名不虚传。
冯佩青，好久不见呀！你怎么是来看我的吗？明明刚才还吊儿郎当的人，为何此时却有些局促？是来看你们的。阮南恒，你一个人来的吗？路上可遇见危险？我是和谢先生一起来的，我们是来采访你们的。谢先生 ？No， 他是我在江大的老师，也是我们报社的主编，是个很厉害的人。哦，知道了。同学你好，我是佩青的同学兼室友。你好，我叫阮南亨。哦，原来这就是阮妹妹啊！一边去，别吓着人家。这样真好。那什么，他们平时其实挺正经的。我知道的，冯佩青，我也给你拍一张吧。要登报吗？不会，就当我私藏啦。好。你不要紧张呀，笑一个。冯佩青，这样笑很帅的。他早已是顶天立地的男人了。冯佩青，可以敬个礼吗？真好，我能亲手留下他和他们最耀眼的时刻。如果我说，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上了天就再也回不来了，你们会怕吗？怕。阮妹妹，若是真有那么一天，咱们也算光耀门楣了。其实我们来这儿就已经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不惧。恰逢是平手给我臂章那刻，我就已经在阎王那里报到了。是啊，来这里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一定要多击沉几架敌军的飞机，让他们再也不敢得瑟。只是可惜我还年轻，没结婚，不然还能单开一页族谱呢，多光荣！看你这臭不要脸的样儿。阮妹妹，待会儿给咱每个人拍张照片吧。好啊，没问题。要帅点的，以后我的墓碑上没准能用上，绝对不能含糊。别乱说话，我们都会没事的。阮南恒，你怎么哭了？所有人紧急集合，用敌情！别怕，我会回来的。罗佩晴，我还没给你们拍照片呢，一定要记得回来啊！他们一定会回来的。南恒，我们的外派期到了，该回平城做自己的事了。先生，再等半小时，就半小时。他们说过会回来让我拍照的，他们还没拍照呢。冯佩青，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南恒，瞧你这黑眼圈，比眼睛都大了。谢先生，我都整整半个月没放假了。既然这样，明天给你放一天假吧。真的？先生您没窝我？为师从不开玩笑。拿着，这个月的薪水也一并支给你。谢谢先生，先生长命百岁。娘，我饿，娘。大姐，拿去给孩子买点吃的吧。小姐，太多了，太多了。拿着吧，大姐，不多，你拿着，带孩子吃顿热乎的。谢谢小姐，谢谢小姐。是谁把你们欺负成这样的？小妹妹，慢点吃，别急，没人跟你抢。吃点东西吧，跟我说说怎么回事。我叫小柳，今年刚满24岁。20岁那年，我爹抽大烟欠了烟馆老板一屁股债，就把我卖去顶债。我这右脚打小就有疾，是个瘪子。烟馆老板嫌我是个累赘，转手就把我低价卖给了一个老光棍。起初他对我还算好，至少能有口饭吃。可后来我生了个女儿，他心情一有不好，哭，就知道哭，
生个赔钱货，老子还要多养一个赔钱货，就对我们娘俩拳打脚踢。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染上了大烟，将家里能算上钱的东西都糟蹋光了，最后竟把算盘打在了我们娘俩身上。这样的人真不是个男人。我自知被卖掉的苦，所以我就是死，也断然不会让我的孩子也遭这样的罪。于是我带着女儿一路逃到了江城。我本想着只要卖力气，总能给娃挣口饭吃。可谁能想到，我是个外乡人，又是个跛子，没人肯招我做工，所以我没法子了，只好带着孩子在街上乞讨。我自己能带着孩子活一天就是一天。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哀吧。小柳，你看着我，你不是废人，你一个人护着孩子从那个地狱里逃出来，你比谁都坚强，比谁都有本事。你若是不嫌弃，你若愿意，可同我回家，我家有工厂，能为你谋个工作，只要努力，养活你和孩子应当不难。谢谢小姐，谢谢小姐。不兴再磕头了，往后咱们堂堂正正的站着过日子。你看，这是我爹的烟杆，玉做的，你们知道大烟吗？可爽了！切，嫌卖什么？我家也有，给我玩玩，给我玩玩，给我玩玩。我看我爹每天用这个，用的可起劲了。我记得之前报社有过一次辩论赛，辩题是国人的根是什么时候开始坏掉的。四大前朝，景师傅灭起，纲纪废弛，底下烂成了泥，生民永远是愚昧的奴隶。不对，是10年前外敌人开的铁甲船用火炮轰开咱们的国门起，商住失守，民生凋敝，这才是真正的病。就是四大前朝，景师傅灭起。好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南红，你怎么看？但我总觉得有一种毒正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一点点吸干我们的血。前朝覆灭是权力的更迭，外敌入侵是疆土的争夺。当一个国家的人都觉得瘫在地上做梦是神仙日子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明天了。如今，我知道一切的根源是从这根烟管起，小柳的苦也是从这根烟管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历史的毒瘤难道真的无药可医吗？走吧，小柳，我们回家。娘，我回来了。哎呦，我的恒儿啊，你怎么乱捡人回家呀？哎呦，这姑娘怎么了？娘，她叫小柳，生活很可怜的。这什么爹娘嘛，简直不像话！这姑娘也真是受大罪了。娘，那能让小柳留下去工厂帮工吗？你这丫头就知道给你爹和你娘出难题。好了，先带这位姑娘换身干净衣裳，瞧把孩子冻的。等晚上你爹回来，我同他说，给这姑娘寻个活计。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也怪可怜的。哎，别跪别跪，到了这儿就安心住下。只要人勤快，总有一口饭吃。跟我来吧，我带你去打理打理。爹，您回来啦！厂里今儿个怎么忙到这时候？年关将至，商会和厂里的账目都得清盘，多耽搁了一会儿。爹，您先喝口热茶暖暖身子。我一进大门就听你妈跟我嘀咕，说你今个往家里捡了个人。爹，您都知道啦。你娘刚才一边抹眼泪，一边把那个小柳姑娘的遭遇跟我念叨了半天，那架势，我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她今晚怕是连房门都不让我进了。爹，那您的意思呢？我能有什么意思？你娘啊，向来是个心软的人。你娘从小生活富足，家中长辈宠爱，没吃过苦，所以她最见不得别人受苦。虽然娘平时守旧了些，总爱念叨什么男女有别，规矩不能破，可真到了救人命的时候，她从来不是个固执的人。这就是你娘，在这冷冰冰的世道里啊，她身上这点善意最是难得。明天
我就让账房在织厂给那姑娘安排个手上的活计。我就知道爹和娘不会见死不救的。在这乱世，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有您和娘在，咱们这个家什么时候都是暖和的。谢先生，这些天我心中一直有个计划。哦，说来听听。现在报社的报刊多数只会刊登一些大人物的豪言，或者大文豪之间的舌战，从来没有人关注那些受到压迫、受到战火波及的无辜人。他们连字都不识，连声音都发不出来。那些大人物的豪言壮志和高深的救国理论，能让这些被战争波及的孩子吃饱饭吗？说得好，阮南红，你想怎么做？我想出一期专门叙述这些平凡人的期刊，平民期刊。好，用平民的真情实感去唤醒麻木的灵魂。南红，放手去做，我全力支持你。小刘姐，别怕，我把你的故事写出来，不是丢人，是让大家看清那些吃人的恶鬼。我们要帮更多像你一样的人。我相信你，阮小姐。13岁那年，我爹欠下赌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我爹还不起钱，就把我卖给了烟贩子。卖报！平民期刊创刊号，平凡人自己的头刊。小哥，给我来一份。她不是谁的财产，她是一个活生生会流泪会痛的母亲。写得好，这才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小柳的故事被大家熟知后，他们都踊跃参与，说出了自己的故事。阮姑娘，您那篇关于小柳的故事简直炸开了锅，我这一天跑了3趟了。看了小柳姑娘的遭遇，我痛哭不止。在我们那儿，后山有一座石塔，夜里路过，总能听到里面有微弱的哭声。我刚满6岁的闺女，婆家已经催着要缠足了，请大家救救我的女儿。还有这个在成亲前夜投了井的南红，你瞧，因为小柳的故事，这些藏在黑暗里的烂疮全被大家自己揭出来了。谢先生，我觉得我们做对了。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开启民智。我坚信，人只要意识到错了，就能慢慢去改。可如果连错在何处都不知道，这个错便永远也改不了。这些年，我写下许多人和事。阮姐，雨太大了，咱们回去吧。这雨太大了，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人。别怕，告诉我，你还记得回家的路吗？小姐，我现在只想吃一碗热面。老爷爷，这些你拿着。谢谢小姐，谢谢小姐。从平凡的百姓到前线的战士，从繁华的街道到硝烟四起的战壕，我用相机、用笔记录下了他们的苦难。南环，你这些年天天这么跑，用相机、用笔把他们所有的苦难都记下来，你不累吗？累，但我记录下了他们的苦难，他们以后就会活过来，因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终点，遗忘才是。而且，正是因为这些记录，我也认识了许多了不起的人，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位素川名角海棠小姐。你就是阮姑娘吧？这2天总瞧见你端着那个东西到处拍。海棠小姐，您唱得真好，好像听了您的戏，那些受伤的战士伤口都不那么疼了。戏子伶人唱得再好，在这乱世也不过是个逗闷子的笑话。阮姑娘，能不能也写写我的故事？可以。我出生在烟柳河畔，母亲是青楼女子，至于父亲是谁，我并不知道。我从小因为貌美，又有一副好嗓子，所以被卖了几遭。哭什么？进了我们幻雨团唱不红，你就是一条狗。唱红了，你才算个人。再练。所以为了活下去，我每天拼命地练。天真的我以为，只要我能出绝，就能逃出这个牢笼。可谁想，这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笼子。哈哈，这可是老子花了5000大洋从那戏班子买来的。海棠，来唱一个。张爷，今儿个嗓子有些沙了，奴家先敬你一杯。老子让你唱你就得唱，在这里你就是个笑话。
从戏团到豪门，最后又辗转被一个大老板买下。大老板死后，我便又回到了戏团。绕了这么一大圈，连我自己都觉得像做了一场梦。那您怨过吗？怨谁？这世道，活下去就不错了。你看，我现在没家没归宿，但我自己成了这戏班的老板。或许是深知这世道的艰难，所以海棠小姐她也想为这个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海棠老板，今晚只是商界内部晚宴，你怎么亲自过来了？一演场次不是定在明日吗？王会长，这是我幻羽班全国巡演3个月筹得的善款，另有300匹棉布、15箱西药，全数捐给商会东镇，为南明与后方将士尽一份力。这么好的棉布，难民们过冬总算有指望了。海棠老板，你我虽行当有别，可你这份家国情怀胜过无数逐利商人。我代表江城人民谢过幻羽班。会长言重了，我们唱戏的登不上大雅之堂，上不了前线战场，可只要我海棠还有一口气，幻羽盘的戏台就永远为他们而唱。海棠小姐，你不是在唱戏，你是在用命和这世道博弈。言重了，阮小姐，人们只会觉得我们这些戏子脏，但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心不脏。你们比谁都干净。我能做的不多，但只要能多做一件，我便会去做。海棠小姐，你在兵荒马乱里这么奔波，你觉得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我只希望这乱世平息，姑娘们都有家。很简单的愿望，但却不知道还要再走多少年。奶奶，你在哪儿啊？奶奶，别丢下娘啊！南恒，别看了，快走！再不走就走不掉了。走，我们能往哪儿走？爹，我们没有家了，江城没有我们的家了。不管了，先回老家。爹，算我求你了，车票都买好了，再不走，城破了就走不了了。走，往哪儿走？这里是我的家，我爹我爷阮家的根都在这儿。爹，您怎么还认这个死理呀？看局势不对，我已经提前把咱们厂里大部分工人和机器都南迁了，这里现在就是个空壳子了。你守着这空房子干嘛呀？你这个逆子，你把老祖宗留下的基业都搬给外人。我不搬，机器就得落入敌人手里，变成打咱们自己的子弹。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你要走，你便走，我就算是死，也要死在江城的土地上。父亲，爹，今日您不走，我就死这儿。走。翠兰还在家里。爹，回来啊！爹，你先带母亲上车，我去找祖父。谢先生还没走，到时候我同他们一起来找你们的。南恒，危险，回来！完了，祖母的牌位，想来是祖父回来拿走了。祖爷！不，翠兰！这位就是阮平昌，当世大儒，在平城读书人里威望极高。来，老先生，起来。阮先生，您是读书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您站出来承认我们是朋友，我就放过你。他们知道祖父身为大儒在读书人心中的重要性，所以以此来打击江城人的自信心。营商就是营商，逐利如虎蛇，也配谈合作？呸！顺从我，还是毁掉阮家所有产业？说过来，老夫告诉你，你们这些吸人血的商贾会下地狱的，一定会的！我的耳朵，给我打，给我打！祖父，谢先生，那是我祖父，我祖父在哪？我要去救我祖父！现在救不了，南红，你不要冲动。全我衣冠啊！
劝我一冠！终有一天，这张照片会出现在世人面前。我的祖父将自己的血流进了江城的土地，血肉没了又如何？他的脊骨还在，会永远撑着这片土地。看江山满目疮痍骨肉散，望故里狼烟燃尽血为寒。会长您瞧，这就是烟柳河畔名震一时的海棠姑娘，这身段这嗓子真是一绝。风尘女子再漂亮也是脏的，和这城里的顽抗者一样，都是卑贱的污泥。会长大人是觉得从烟柳河出来的女子便是脏的。世人总嫌烟柳河上尽是脂粉气，嫌我们这些苦命人低贱，可他们忘了烟江与冥河同为哺育我们这片土地的母亲河，而烟柳河它正是源自烟江的水脉。拦住他！快拦住他！在烟柳河畔长大的儿女，我们的血又怎么会脏呢？快逃！拦住他！侵略者，同去！海棠姐姐，祖父没有输给死亡，海棠也没有输给火焰，他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把一种精神留给了后来的人。南环，你祖父呢？祖父在这里。爷呀！爷爷，我要爷爷回家，娘什么时候回家？孩子他爸，你就吃点饭吧。爹，你还要折磨自己到什么时候？祖父用命换我们活下来，不是看你在这等死的。对，我不能这样。备车，去工厂。由于祖父的离世，给了父亲沉重的打击。现在阮家工厂所有的物资都被父亲拿去捐赠。阮老板，这批物资可真是雪中送炭啊！棉纺厂的利润全部顶上去，消炎药、止血粉有多少要多少，必须源源不断送到难民和伤兵手里。没有消炎药了，再这么下去，伤口感染的人撑不过今晚。药来了，阮家的消炎药到了。还好有阮家的全力支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办。父亲振作起来后，又开设了几家钢铁厂。阮老板，咱们刚迁到南方，资金和设备都紧缺，这时候再强行开钢铁厂，风险太大了，您的身体也吃不消啊。没有钢，拿什么造武器？拿什么去跟敌军拼？只要阮家还有一口气，这炉子就不能熄！建，给我建起来！这几年，父亲不知疲倦的一直在做实业，原本乌黑的头发已经满头花白。我也要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南皇，报社安顿好了，我要去前线，你去吗？去，先生，我去。我也要为国家出自己的一份力，把敌人的罪行都记录下来。爹娘，谢先生和朋友们在前线办了报社，我决定跟他一起去。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能让你去。去吧，去把他们的罪行都记下来，到了那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哎，我也拦不住你，南恒，你一定要记得注意安全呀。我会注意的。爹娘，你们放心吧。南恒，记得注意安全。他和大多数父亲一样，不善言辞，却爱得深沉。我和你娘都等着你回来，南恒一定要回来呀！好，南恒一定要回来呀！兄弟，你年纪这么小，是从哪儿赶来前线的？从家来，为家去。正是有了这些无畏的英雄，才会有后面美好的生活。
同学，一路这么难走，为什么还要带这么多医书？多带些干粮不是更好吗？医书是救人的根，知识是这片土地的底气，书在，就有人能守住同胞的命，国就不会亡。是啊，只要将这些记录下来，他们所做的才有意义。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和谢先生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记者记录下了许多人、许多事。南恒，太近了，快撤去防空洞！不行，谢先生，你看那个搜救队员，他已经被碎石砸中2次了，但他还在救人。如果我现在不拍，就没人知道是谁在废墟里救孩子。我的腿，我还要照顾我娘。看着我，兄弟，看着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德志。李德志，你听着，你在废墟里护着邻居妹出来的，你是真正的英雄，你爹娘会为你骄傲的。他们会为我骄傲吗？会的，你是英雄，他们会为你骄傲的。李德志，快躲开！你不是说我是英雄吗？我会保护好你们的，因为你们得把这里的事告诉全天下。快进防空洞，敌军又来了！快！我要去拍，那边还有孩子在哭。记者同志，你们要活下去，要让外面的人看见，我们都没放弃。阮记者，那边刚送来一批空军的伤员，有一个伤得很重，你去看看吧。阮姑娘，有你北边来的信。南恒，北敌的雪落得极早，厚的能没过膝盖。今日刚退敌10里，我还活着5年。南恒，宿川的雨总也下不停。今天清晨，我在完成任务时发现一朵小花，我把它夹在信里送给你。我还活着5年。按照日子，今天应该可以收到冯佩清的信。南恒，相处来信。南恒，队伍刚打完一场遭遇战，我们大获全胜，我还活着5年。这些年，我总会期待着信件的到来，因为这说明他还活着。哭什么？一定很疼吧？不疼。这些年过得还好吗？很好。那为何都是我给你寄信，你从不给我寄信？我不知道我该把信寄往何处，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抱歉，我忘记了。好痛！这是当年我塞给你做路费的玉，也是我们阮冯2家定亲的信物。都给我了，可不能要回去。你一直带着它吗？一直带着。你当初不是没有路费吗？我说过，等我回来是要娶你的。可婚不是退了吗？没退，你父亲没同意，我父亲没同意，婚书没消，便不算退。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大家都倡导自由恋爱。啊，伤口好痛。成吧，那我便勉为其难，再等等你。好。姑娘，你是之前一直照顾那个飞员的家属吗？是的，他去往何处了？今早接到紧急调令，去后方航线了。这伤才缝好几天，可是他的伤，他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他说，只要眼睛还能看，右手还能握操纵杆，他就得上去。走前，他给你留了封信。南恒，见字如面，原谅我的不告而别。清晨接到消息，昨夜一趟航线牺牲了，航线上已经没人了，长空万里，药品和伤员都在等着，我不能少。若我此去回不来，也别等我。大骗子！昨天我还嫌你唠叨，早知道，昨天我就对你温和些了。随后的日子，我们都在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奋斗着。南皇，废墟太危险了，去后面的安置点。不行，谢先生，后面的位置拍不到真相。
南恒，回去吧。我听朋友说，我们的运输航线已经没了。那些年轻的孩子，只要升空，便做好了不落地的准备。谢先生，我知道他们很多人都回不来了。那你还要在这儿等他？我相信他，他答应过我，一定会回来娶我。哪怕生还的可能只有1/1000，我也相信，他就是那个1/1000。我在这儿等他回来。他会回来吗？5年后，我等来胜利，却没有等到冯佩青的消息。基于以上铁证，樱花国被告所犯之暴行证据确凿，不容抵赖，正义不容亵渎，历史不容遗忘。冯佩青，你失言了。胜利了，胜利了！是啊，终于胜利了。四川的英雄回来了，英雄回来了！会是你吗，冯佩青？你回来娶我了吗？在不经意间挑战了对方的线，差一步没来就牵着手走散，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不断面人生苦短，可谁都不知真相。冯佩青，你失约了。佩青，你看，这盛世如你所愿。